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解墨频道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有一篇百字短文曾被人秘藏、争抢，甚至有人为它不惜盗墓，而所有得到它的人，后来都站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顶端。这不是江湖传说，而是被史书反复记录的事实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书法不就是临帖练字吗？一篇只有100多字的短文，凭什么让人脱胎换骨？但所有真正深入学习过书法的人，几乎都听说过这篇短文，它被后人奉为书法圣经。那问题来了，它究竟是谁写的？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练字真谛？让我们先从最熟悉的书法家入手，往上溯源，找出这位祖师爷。我们熟悉的楷书4大家中，柳公权师法颜真卿，颜真卿的老师是草圣张旭。再往上追溯，王羲之的启蒙恩师是魏夫人，魏夫人的老师是钟繇，而钟繇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女中豪杰蔡文姬。更关键的是，蔡文姬的书法老师是她的父亲，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。换句话说，追溯书法的重要源头，最后都指向蔡邕。而蔡邕写下的这篇《笔试论》，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部被后人反复追捧、反复验证的经典。你可能练字很多年，字临得越来越像，可写完一看，总觉得少了一点灵气。结构没问题，笔画也对，可就是感觉字没有生命力。今天，如果你能跟着我真正读懂这篇《笔试论》，你会发现困扰你多年的问题，很可能瞬间就开悟了。历史上曾有一段传奇公案，几乎把这篇文章的分量推崇到了极致。凡是得到《笔试论》的人，后来都成了一代书法家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这段传奇开始说起。三国时期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，名叫韦诞，他手中正藏着蔡邕的《笔试论》。当时另一位书法大家钟繇在韦诞的座位上看见了这本书，于是向韦诞苦苦索求，可韦诞硬是不肯给。史书记载，钟繇当场气得捶胸顿足，口吐鲜血，险些丧命，最后还是草草取出灵丹，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后来魏诞去世了，他把《笔试论》当作殉葬品带进了坟墓，而钟繇为了得到这篇文字，竟盗掘了魏诞的墓穴。钟繇自从得到了《笔试论》，书法水平日新月异，逐渐形成了影响后世千年的书法体系。更传奇的还在后面。钟繇的外甥宋义跟着舅舅练字多年，写出来的字却状如算子，呆板的像一排排算盘子。钟繇一怒之下严厉斥责了他，吓得宋义整整3年不敢登门。直到钟繇去世后，宋义悄悄破开舅舅的坟墓，也得到了这部《笔试论》。史书上写道，乃读之，依此法学，名遂大振。一篇100字短文，在三国时期接连成就了3位书法大家，这绝不是巧合。那么它到底讲了什么，能有如此魔力？《笔试论》的核心就藏在其中最精华的笔论里，短短127字道尽了练字的终极秘诀。第一句，书者三也。书法的本质是抒发情感，写字是写心，是表达自己。第二句，欲书先散怀抱，认情自信，然后书之。想写字之前，先把心放开，把杂念放下，让自己的性情尽情舒展，再提笔落墨。这句说的是怎样进入书写的状态。第三句，若迫于事，虽中山兔毫，不能加也。如果被俗事缠身，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就算握着中山兔毫做的绝世好笔，也写不出好字。这句说的是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工具，而是我们自己。第四句，夫书先莫作静思，随意所事，言不出口，气不盈息。写之前要先静坐凝神，让身心处在最自在的状态。书写时不说话，不憋气，做到专注而松弛。那些一边写字一边喋喋不休的人，显然没读过笔论。第五句，沉迷神采，如对至尊，则无不善矣。写字时精神要高度集中，神采内敛专注，就像面见至高无上的君王一样，心怀敬畏，这样写字就没有写不好的。最后这段更是直指书法的灵魂。为书之体，须入其形。若坐若行，若飞若动，若往若来，若卧若起，若愁若喜，若重拾木叶，若利剑长戈，若强弓硬矢，若水火，若云雾，若日月，纵横有可象者，方得谓之书矣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书法的体式
必须蕴含物象，富有神采。笔下的字可以像人端坐行走，可以像鸟雀飞翔奔月，可以像人来去起卧，含愁带喜，可以像虫啃木叶的纹路，像利剑长歌的锋芒，像强弓硬矢的劲道，可以像水火的灵动，云雾的飘渺，日月的清朗。笔画纵横之间，有物象可感，有生命可循，这样的字才配称为书法。你会发现，蔡邕从头到尾都在教你一件事，给字赋予生命力。你看，短短127个字，把练字前的精神准备、书写时的状态要领，还有好书法的评判标准，全部说得清清楚楚。真正练字的人，只要悟透这几点，楷、行、草的水平都会突飞猛进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事半功倍，把书法真正学好。节墨频道已经推出了简墨独创楷行草合一书法教程、行书突破、最美圣教序行书教程以及草书进阶王羲之草书教程。点击头像进入频道主页就能观看。后续我还会继续带大家精读那些真正改变书法史的书论，并结合楷行草教程，把它们落实到字该怎么练上。欢迎点赞、分享和留言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